1994年7月7日深夜，平壤远郊的妙香山暴雨倾盆，雷电轰鸣，一架直升机在雷雨中失去了方向，一头撞向了山体。轰隆的雷鸣声迅速掩盖了飞机撞山的声响。而就在不远处，灯火通明的山间别墅里，一群人围着一个面目狰狞、看起来奄奄一息的老头，正急得团团转。躺在床上痛苦不堪的老头就是金日成。就在半小时前，大将军突然感到心脏剧烈疼痛，一阵眩晕后倒在了地板上。随从大惊之下叫来保健医生，快速诊断后确定是急性心脏病发作。但在此前，金将军从未有过心脏病史，所以保健医生没有准备心脏类的急救药物。情急之下，只能请求调动直升机送大将军去平壤的烽火医院抢救。不料后部单行，直升机急匆匆起飞后，在风雨交加的黑夜，一头撞向了妙香山，宝贵的抢救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在得知救援飞机失事后，第二架飞机火速赶来，而此时经过漫长等待的金日成已经命悬一线，年过八旬的大将军注定要撒手人寰了。其实在此之前，金日成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出了问题。据后来脱北高官黄长业描述，彼时的金日成已经有大小便失禁的迹象了，人们都猜测他的日子不多了。金日成本来应该去治疗和静养，不巧的是，美国前总统卡特此时访问北韩，大将军支撑着病体会见了卡特。会面时他的手抖个不停，但为了给卡特留下好印象，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那么问题就来了，当时金正日已经被指定为接班人，由接班人接待前总统也合情合理，为什么二将军要劳烦他这个年老体衰、朝不保夕的老子呢？金日成在心脏病猝死前都经历了什么？他生命最后一天是怎样度过的？大笑死金正日又在忙些什么？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北韩的故事。조선노동당중앙위원회 총비서이시며 조선민주인민공화국 주석이신 위대한 수령 김일성 동지께서 金日成离世后，北韩的媒体报道，从北韩解放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金日成为人民工作的节假日共有2530多天。也就是说，在49年的时间里，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加了整整7年的班。北韩的普通民众一周工作6天，而大将军几乎处于全年无休的状态。但即便这样，金日成还能健康的活到80多岁。北韩官方的报道可能是在暗示大将军绝非凡人。关于金日成具体加了多少班，我们无从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金日成在他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确实像是一个工作狂。自从进入90年代后，北韩就厄运不断。1991年的圣诞节，苏联解体了，一夜之间，北韩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最要命的是，粮食都没得吃了。北韩农业严重依赖化肥和农药。过去通过京沪会，北韩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苏联买到石油，甚至不需要用钱，用其他产品也可以交换，而石油又是农用化工产品的原料。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们要求必须用美元或者黄金结算，还得按照国际市场价格购买。但北韩的外汇储备十分有限，石油进口近乎被切断了，没有了充足的石油供应，北韩工业生产陷入了瘫痪，农业也从机械化退回到了人工耕种的状态。更让金日成焦虑的是，以前的大哥、二哥如今都跑去和南韩建交。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从小甜甜到牛夫人的转变来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现在新人胜旧人了，叫人家牛夫人。遥想当年中苏交恶，大将军左右逢源，要与两边都保持距离，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结果就是双方拼了命的对北韩援助。1965年，他无比英明地提出了主体思想。政治上4主，经济上4利，国防上4卫。虽然这个理论被前苏联批评是各种口号的大杂烩，目的是确立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但大将军是眼看着斯大林成功的，他太了解洗脑式宣传的重要性了。所谓谎言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所以强行灌输主体思想给国民洗脑是无比正确的策略。伴随洗脑运动的是对历史的篡改。此后，北韩建国史变成了对金日成的赞美。抗美救国战争变成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打败美国侵略者，而且这里压根儿没中国人什么事儿。解放时期欢迎苏联红军的盛大集会，通过影片剪辑变成欢迎金日成的集会。在影片中，金日成还亲自录制了话外音。他说：“党创建以后，我在10月14日向人民发表讲话，
我走上讲台，群众的欢呼声达到了最高潮。他绝口不提曾被怀疑是冒牌货的那段不光彩历史。金日成教育人民说，听说我要回到家乡，人们成群结队地从远处的村子赶来迎接。那些拍摄的回乡照片也被不客气地篡改了，苏联官员的头被朝鲜人的头所取代。等到大将军确立了个人威望，他又在统一祖国的名义下开始了一系列过激行动。1967年开始，他就在三八线上多次挑起冲突。1968年1月，他又组织了31人的特遣队去突袭南韩青瓦台总统官邸。这支身陷重围的孤军，抱着为领袖效忠的必死决心，在敌国腹地战斗了2个星期。那名被俘的特遣队员招供说，金宇成认为，只要干掉朴正熙及其主要追随者，南方百姓就会随着风起革命。就在大将军为朝鲜人民军强悍的战斗力骄傲时，老大哥苏联不开心了，他们越发感到对北韩失去了控制。苏联要的是听话的看门犬，大将军怎么看都是一只狼，而且是喂不熟的狼。就在老大哥思虑对策时，美国佬又不识好歹的送上门了。美国间谍船普维布诺号入侵北韩领海被扣押了，82名船员成了俘虏。大将军霸气地说，美国不谢罪就不放人。美国则是考虑先来上一波轰炸，再派去3个航母舰队向大将军施加压力。彼时苏朝之间还是军事同盟，莫斯科害怕卷入战争，于是紧急致函约翰逊，劝老美不要轻率行事，说向大将军施压只会让问题复杂化。约翰逊也是听劝，2天后提出了谈判要求。不料大将军不依不饶，又给莫斯科写信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挑衅，我们准备反击。我相信苏联政府一定会与朝鲜并肩作战，希望大哥能动员一切力量给我们援助。金日成经历过韩战的苦，更是清楚地知道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力，但他吃准了老美此时深陷越南战场的窘境。他在赌老美无力分兵朝鲜，而苏联老大哥呢，更是害怕与美国开战，一旦情况不可控，也必定会给他最大的支持。从个人英雄主义的角度看，大将军是聪明的、勇敢的，但这种聪明是毛保国口中的小聪明，这种勇敢是流氓气质的匹夫之勇。小聪明啊！就连蠢笨的勃列日涅夫也看透了金日成，还通知他去莫斯科面谈，准备好好训斥一番。金日成心里明镜似的，怎么能让勋松得逞？借口说国内形势紧张，不方便去苏联。苏联被狠狠地摆了一道，还不得不在表面上力挺北韩，暗中需要向美国示好，极力斡旋。最终，老美与朝鲜在板门店谈判，但朝鲜代表寸步不让，坚持要美国谢罪。经过漫长的11个月的交涉后，老美终于扛不住了，在北韩起草的谢罪书上签了字。尽管美国谈判代表是为了解救国民才违心的签了谢罪书，但没让一个超级大国对一个小小的北韩谢罪，这无疑是金日成巨大的成功，仿佛也在从侧面印证大将军在建国之初凭一己之力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历史。虽然美国副国务卿一再解释，这对于美国来说是耻辱，但没有其他办法使他船员自由。北韩人民却是认定了美帝国主义惧怕大将军，美国人已经被金日成元帅打出了心理阴影。在这次交锋中，美苏2个超级大国都成了拔高金日成个人威望的垫脚石，也彻底巩固了金氏的集权统治。金日成释放了美国船员，但随后拒绝归还普维布诺号。这艘船今天还在大同江畔停泊，见证着金日成的丰功伟绩。金日成善于将小聪明发挥到极致。前苏联外交官说，普维布诺号事件是北韩危机外交的开始，北韩总是擅长制造危机来拖大国下水，并以此为自己谋利。苏联扶持了金日成，但他脱离了苏联的控制，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金日成被外界认为是只要是为了国家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的人。事后苏联人感慨，对这样的人还是敬而远之为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苏联一解体，俄罗斯就立即断了北韩的石油供应。毕竟像俄罗斯这样的能源大国，再难也不会缺北韩那点油，但俄罗斯还是毫不犹豫地和大将军做了切割。直到金日成80岁时，他才尝到当年聪明行为的恶果，但他从不后悔。当初他变本加厉地学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在北韩各地大肆建造自己的铜像，所有北韩人都必须向铜像宣誓效忠。当记者的摄像机镜头对准一个3、4岁的小姑娘时，她正在被要求向铜像鞠躬。小姑娘好奇地抬头看了一眼摄像机，一旁的家长赶紧把孩子的头按了下去。在独裁者的道路上，大将军是成功的。
和其他独裁者一样，金日成也会自我感动。为了这个国家的前途，他背负的太多了，国家理应给他回报。民众敬仰一下领袖，不过分吧？再者，如果不搞个人崇拜，怎么能保证大儿子权力世袭的合法性？打了这么多年仗，我和子孙后代就不能享受享受吗？我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享受吗？后来的金正日食嘴之位，搞个人崇拜丝毫不逊于乃父。这个儿子还继承了他爹的小聪明，以制作大炮仗为讹诈，向世界要钱要粮，愣是把几个大国爽弄了10几年。这是后话了，眼下他还没有这般出息。金日成年龄大了以后，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很多工作也都交给了大儿子金正日来处理。金正日从70年代起就被认作是北韩主体事业的唯一接班人，但不幸的是，这个接班人的身体似乎比他老爹还要差劲儿，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以治疗身体疾病的理由神隐，把很多工作又丢回给了年过80的老爹。正日身体不好的缘由说起来也不复杂，众所周知，二将军特别喜欢举办宴会，每到周3和周6，他都会召集心腹手下到平壤办公室旁边的公馆，晚上8点宴会准时举行。这群人玩得很开，每次都是以喝酒作为开场。金正日嗜酒如命，据说他的酒窖有超过1万瓶洋酒。北韩的外交官们都肩负一项特殊任务，那便是暗中收集全世界的美酒给金正日享用。等到吃饱喝足后，文艺范儿的正日开始借着酒劲儿唱歌，问天再借500年，唱累了就和心腹们玩游戏。他最喜欢玩的是剪毛游戏，游戏失败者会被胡乱的剪掉头发，所以经常有北韩的干部戴着帽子来上班，这说明他可能在前一天参加了正日的酒局。而宴会来到最高潮，金正日会命令欢乐组脱去衣服，现场的干部们被要求一起加入热舞，这也是二将军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金正日可能是读过中国史，想要学习田氏代齐的田常。田常是齐国的宰相，小妾100多个，他自己都认不全。这位爷祖上是陈国的贵族，逃到齐国搞了8代人，到他这一辈终于翻身做了宰相。但田氏在齐国根基浅薄，人丁稀少，他整日纠结自己打工者的身份，害怕哪一天一步踏错就会万劫不复，于是乎就一门心思的想要壮大队伍。虽然田家养了不少门客，但门客都是干饭人干饭魂，一个个喝酒吃肉不落人后，真有事了也不一定指望得上。思来想去，还是血脉之亲才靠谱。于是田常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的开始臊人。白天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和小妾燃烧卡路里，可头发都累白了，也没能生出几个儿女。终于有一天，侍卫来报说有门客偷偷溜进了后院，正在帮你浇水施肥呢。老田顿时头顶灵光，火冒三丈。但他转念一想，既然我不行，为啥不让我兄弟们替我上？所谓独绿绿不如众绿绿，于是就下令撤去后院的侍卫。结果天刚一擦黑，门客们都跑去后院义务劳动，还称赞田常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田常索性就不装了，直接摊牌了，当众求取戴绿帽。这下门客们一个都疯了，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合理的请求，于是一窝蜂似的赶去帮忙，而且个个说好事不留名。这一招效果非常好，才1年多的时间，田氏就收获了70多个儿子，80多个女儿。田常这下可开心坏了，才不理会孩子是谁的，都必须跟着我姓田。等这些绿帽二代们长大以后，儿子们都被塞进军队当打手，闺女都嫁给诸侯去联姻，田家的势力也迅速壮大，很快就超过了齐国的皇族。田常打着为齐王分忧的旗号，今天插手经济，明天整顿军事，后天又管理朝堂，没几天就把齐国的政权给顺走了。从此齐国江山易主，由姜姓变成了田姓。二将军一路走来，先后清除了叔叔和后妈设置的障碍，可面对喜欢摇摆的老爹，他内心还是没把握，不得已才活学活用，搞了共享种田的骚操作，以求顺利上位。但朝日的心胸不够开阔，他的规矩是只许看不许摸，不过这对于拉拢人心也足够了。书归正传，参加这种私人秘密宴会，大家都不允许带司机，宴会通常在深夜结束，醉醺醺的干部们还要亲自驾驶正日赏赐的奔驰车回家，这样时间一长，干部们难免会在路上出现死伤。多疑的正日就暗自嘀咕，总觉得这些人是因为忠诚度不够才故意搞出事故。后来为了解惑，他自己也尝试了一把酒驾，结果一次就中招了，而且是很严重的事故。自此金正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正常工作。好在正日坑爹是一把好手，
所有的事情他都派人向金日成请示，又把繁重的工作推回给了老爹。大儿子的理由是自己需要治疗身体疾病，压根不提酒驾的事儿。但是偷懒也是有代价的，很快金日成就得知先前由大儿子推行的政策皆以失败告终，社会经济正在迅速恶化。接到下属报告的金日成非常愤怒。时间来到1994年，刚过完82岁生日的金日成被检查出了听力有问题，接着又做了一个眼部手术。当时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指责北韩核试验，要求北韩无条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为了缓解紧张局势，前总统卡特提出访问北韩。金日成表示欢迎，于是，在6月中，刚做完手术还没来得及休息的金日成又亲自出席了与卡特的会谈。卡特还带来一个让金日成激动的信息，韩国方面提议邀请金日成访问汉城，金日成能在有生之年再次回到汉城，并举行朝韩首次最高级别会谈，这毕竟是名垂青史的创举。金日成非常高兴，这个消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孝死带给他的心灵创伤。与卡特最后一次会谈和宴请共持续了6个小时，据说他在中间只休息了20分钟。金日成的秘书夫人金圣爱还向卡特的随行记者抱怨说，老金不听劝告，不顾年事已高，每天仍工作10几个小时，白天会谈结束后，晚上还要处理文件。卡特走后，金日成仍未休息，立即着手安排南北首脑会谈的方案以及接待事宜。奈何大儿子赵日身体欠佳，依旧只能负责相对清闲的军队事务，这可坑苦了金日成。老头子一头扎进了无休止的繁重工作中，身体一直处于奋抗状态，简直比996的码农还要拼命。北韩的高层干部也被金日成旺盛的工作经历所迷惑，忘记了他的实际年龄。接着金日成又下乡检查粮食丰收情况。前面说过，自从苏联解体后，来自老大哥的粮食援助也彻底断了，北韩只能靠一点点可怜的耕地自给自足。从去年开始，饿死人的传闻一直在国内蔓延，消息零星的传到了金日成的耳朵里，所以粮食问题一直困扰着金日成。而视察后，他发现粮食虚报产量的情况严重。看着农村面黄肌瘦的大人小孩，他火上心头，对农业问题当场做了指示。接着他又要赶回平壤远郊的妙香山别墅处理文件，但此时天气突变，风雨大作，飞机无法起飞，不得已改乘火车。在德国制造的波尔本专列里，金日成心中惆怅，农村问题对他触动很大，人民吃不上饭是要出大问题的。他越发担心将来接班的大儿子能不能站住场子。他是越想越累，最后决定等忙完这阵子，待朝美关系正常化，北韩能顺利接收国际援助之后，就完全退下来，把国家的担子全部交给朝日。他则带着孙子孙女到金刚山海岸休养，或者去哈瓦那见见老朋友卡斯特罗。无论如何，林朝日都没想到，他即将见到的不是朋友，而是死神。1994年7月7日深夜，金日成的豪华专列一路颠簸来到了西川。下火车后，又转乘汽车来到他的夏日专属办公地妙香山别墅。还没等坐稳，他就让秘书报告近期的突发情况。秘书报告的第一个消息就是75岁的上将赵明选病故，这已经是1个月内去世的第3个上将了。这些老家伙们都是打干革命起就跟着日成一起混的，赵明选更是14岁就开始跟着他打游击。有道是四股美人探迟暮，不许英雄见白头。老部下离世是他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之一，因为这预示着死神距离他更近了。金日成追问病因，秘书说是脑溢血去世的，又问如何治疗，回答是保守疗法。金日成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大骂医生没有及时开颅抢救，是不是不想负责任？金日成气得直哆嗦，让把医生叫来解释清楚。秘书刚想上前劝解，不料金日成一口气没当上来，突然晕厥倒地。随后秘书们大吃一惊，一时手忙脚乱。等到保健医生赶来，诊断是急性心脏病发作。此前金日成从未被检查出心脏有任何问题，这个80岁的老头还经常炫耀自己有一颗40岁的心脏，所以别墅里没有常备心脏类药物和相关的急救设备，保健医生只能紧急呼叫直升飞机送医院抢救。但此时已是深夜，外面更是天降暴雨，别墅所处的山区能见度极差，匆忙赶来的直升机慌不择路，一头撞在了半山腰。好容易等到第2架直升机顺利降落，一行人打着雨伞，七手八脚的用担架把金日成抬出了别墅，飞机直奔平壤烽火医院抢救。
但因为耽搁时间太久，医生最终也是回天乏术。1994年7月8日凌晨，金日成抢救无效去世。所谓伴君如伴虎，更何况遇到的是暴躁的郑日。于是倒霉的保定医生和医院院长就被顺理成章地送进了监狱。金正日本身就身体有恙，遭受父皇暴逼的打击后，身体情况就更糟了。也不知是伤心难过还是着急上火导致的，反正是长时间不能理事。所谓患难见真情，事实证明那些参加秘密宴会的心腹们是忠诚可靠的。此时他们纷纷站了出来，对郑日鼎力相助，扶金氏政权于大厦将倾，还一起帮助料理了大将军的后事。金日成逝世的噩耗传来，北韩举国哀痛，犹如天塌一般，有超过1000万民众到平壤悼念。电视播报员在节目中称，这是我们国家在朝鲜民俗长达5000年的历史中最为悲痛的时刻。人们为制作花圈，很快就买光了平壤的全部鲜花，就连郊区野外生长的鲜花也被采摘一空。北韩政府还紧急从中国采购了20万元的鲜花，空运至平壤。海外的朝鲜人也紧急赶回国内，表达忠诚与哀思。金日成的追悼大会原定于7月17日举行，但因二将军悲痛欲绝，身体尚未恢复，不能亲临现场，只得往后推迟了3天。7月20日，追悼大会终于召开。台上，二将军率百官守灵，台下百万民众哭声震天，以致天空阴云密布，随后又是大雨滂沱。金日成的遗体由前苏联专家做了永久防腐，然后高卧于香花簇拥的水晶棺里，供人痛哭叩拜。当然，想要瞻仰大将军的遗容也非易事。北韩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安防措施，除了禁止携带任何物品外，参拜者要在4栋清洁地毯上除尽鞋底尘土，再经吸入式过滤器彻底清除衣服上的细菌，才能进入金日成的寝宫。据说通往金日成寝宫的通道长达800米，这是一条电动走廊，要走上足足20分钟。参拜者无不因倍感压抑而生出敬畏之心。此外，每隔20米就有一名身着朝鲜民族服饰的妙龄女子端庄而立，面露哀思，宛如生人殉葬。瞻仰大将军的仪容也有程式要求，先是绕水晶棺1周，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深深向领袖鞠躬。此时参拜者难以抑制内心的悲痛，就要开始放声痛哭了。金日成的遗体处理耗资超过100万美元，每年的维护保养费大约是80万美元。安置陵寝的锦绣山太阳宫更是造价8亿9千万美元。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钱能购买600万吨玉米，以同期北韩饿死人口300万计，平均每人能分到2吨。2011年12月17日，在位17年的二将军郑日逝世，他的遗体也和大将军一起住进了锦绣山太阳宫。2年后，为凸显太阳宫的地位，北韩政府又通过了太阳宫法，规定锦绣山太阳宫是朝鲜民俗的圣地，饮用物资需求应优先保障。二将军对金日成的突然离世毫无准备，他本想着老爹能再多撑几年，等到朝美关系正常化，北韩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外援，度过眼下的难关后，再由自己接班。现在他的所有部署都被打乱了，金正日只得集中精力巩固政权。对内，二将军立即在全国实行戒严，在关键位置都安排上了自己的人。金日成在世时的一切经济措施均遭暂停。对外，除了签署朝美核问题联合声明，金正日冻结了几乎全部的外交活动。老爹留给二将军的是一个烂摊子，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一夕瓦解，北韩依赖的外援全部丧失，这直接导致了北韩经济的崩溃。北韩又缺乏从国际市场购入粮食、燃料和化肥的能力。1994到19962年间，北韩的粮食产量锐减60%，工业生产更是陷入停滞。而后面的自然灾害让困境中的北韩更是雪上加霜。很快，官方的粮食配给体系崩溃，饥荒大规模出现，泛滥的水灾又淹没了化工厂，河水被污染，灾民饮用污水后开始大面积的生病，洪水泛滥进一步加剧了医疗物资短缺，北韩落后的医疗体系宣告失效。至此，整个北韩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这就是著名的苦难行军时期。据统计，这一时期北韩有超过1/10的人口死亡。值得一提的是，金日成突然去世，使得南北韩关系急转直下。北韩发布紧急戒严令和紧急战争状态后，南韩政府也随之发布国家紧急状态，南北韩首脑会谈被无限延期。南北韩的离散家属和识乡民一时间陷入了极大的哀伤。
但是大多数南韩人民普遍都非常高兴。南韩政府和民间都在讨论朝鲜崩溃论，认为过不了多久，朝鲜体制就会崩溃。这也是当时美国政府的判断。中国大陆也认为朝鲜政权撑不住了，为了防范涌进大量难民或发生第二次韩战之类的情况，还紧急向边境大规模增派了军队。只是所有人都没猜到结局，二将军最后证明他是能镇住场子的。1994年7月8日，统治北韩49年的独裁者金日成正计划在25日与韩国总统金泳三举行南北首脑会谈，意外突发心脏病死亡。由于是在会谈前的微妙时期死亡，于是出现了各种有关金日成被杀或遭到陷害的说法。北韩官方的说法是，金日成逝世当天突降暴雨，领袖出现休克症状后，金正日带领医务人员立即乘坐直升机来到妙香山，但当时金日成的状态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等到金日成住进锦绣山太阳宫后，北韩持续了3年的吊唁政治，声称二将军悲痛欲绝，不能理政，所以一直没能即位。这期间，北韩民众开始对官方报道产生怀疑，各种流言蜚语层出不穷。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接班人金正日因为不希望南北韩会谈，故意让老爹金日成死亡。金日成在去世前对南北首脑会谈抱有很高的期待，据说还亲自撰写了讲稿，又多次前往妙香山检查接待筹备工作。在7月6日的经济部门会议上，金日成问金总统坐火车到妙香山，京线铁路工作进行到了什么程度？下属不回答。金日成又开玩笑地问：不喜欢金泳三的到来吗？下属们回答：但那时可能仍铺不了铁轨。闻言，金日成表情变得冷淡，铁道部门只能说出真相，国家的配给已经中断3个多月，所以动员不到人力。这是金日成首次了解到国家已经困难到了这种地步。在隔日举行的会议上，金日成下达了组织发放军粮并一定要于期限内完成妙香山铁路工程的命令。虽然金日成贵为一国主席，但此时没有儿子金正日的批准，谁都不能随意发放粮食。养命的正日很快就得知了妙香山铁路无法如期完工的事儿被金日成给问出来了，他立即打电话到铁路管理处训斥，随后又面见金日成报告，说主张南北韩统一的人都是反对国家政权的人。傍晚，金正日又向金日成请示，陪同的医疗团队应该让他们回去休息。金日成同意后，金正日便让医疗团队离开了妙香山，只留下1名医护人员。这正是北韩民众的疑点，金正日为何会多此一举？而且赶巧不巧，晚些时候金日成就心脏病发作晕倒了。此外，北韩政府封锁了金日成死亡的消息，直到34个小时后才通过官方媒体宣布。有知情人称，1990年开始，金正日的权力已经非常大，连金日成都无法随心所欲的行动。而金日成想要解决眼下的经济困局，认为应该利用自己唯一剩下的外交权力推进南北统一，因此才全面筹划南北韩高层会谈。他还倾听了金达贤副总理等改革派人士的意见，并考虑将他们直接送往首尔考察。对此，金正日气愤地表示：统一，主席都是老糊涂了。在金日成主持的会议上，金达贤曾直言，国家不能再搞共产主义了，当时也被金正日粗暴地制止，但金日成仍坚持听金达贤的意见，这让金正日心怀不满。也有人认为是金正日谋杀了金日成，对外谎称是心脏麻痹。2002年，脱北者全美珍说，首脑会谈前，金日成精力充沛地做了很多工作。有一天，他来到平安南道的乡下，看到了那里的居民衣衫褴褛，惨不忍睹。金日成下车亲自询问居民后得知，当时因粮食危机，很多人处于饿死的边缘。于是金日成召集经济部门的干部大发雷霆，责骂了一通。金正日听到了金日成大发雷霆的消息，当时他虽然已经大权在握，但金日成的愤怒仍让他深感不安。于是金正日为了回避自己的责任，故意杀害了金日成。总之，金日成恰巧就在自己努力筹备的南北韩首脑会谈前去世，这让普遍抱有某些幻想的北韩人民一时之间难以接受，才导致了各种流言满天飞。因为从现实的角度观察，金正日当时已经完成了权力继承，只要耐心的等待即位就行了，没必要下狠手。再者，日后统治北韩，老爹金日成在世，对他反而更有利。即便是退居2线的金日成，仍然能够担当靠山，毕竟他的威望和历史功绩就摆在那里。所以金正日杀害金日成的传闻，大概率是身处封闭社会北韩民众的某种情绪发泄。而那些抱有通过开放国家来续写经济辉煌愿望的普通民众，终归只会是一厢情愿的臆想。他们根据某些传闻报道，
就认定是金正日惧怕统一开放，担心即将到手的政权会被推翻。但实际上，金日成努力推进统一开放，根本就是在做样子给人看。北韩的宪法和主体思想虽然由金正日的参与主导，但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金日成的批准。金日成的政治纲领就是建立以四己为中心的唯一思想体系，对内消灭异己，对外摆脱中苏的干扰。多年以后，他终于永远站在了权力的顶峰。就是这样一个人，又怎么会在年老时突然认知到国家必须开放经济，而去选择舍弃政权的稳定性呢？虽然金日成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的执政生涯也充斥着各种权斗阴谋，但这一时期北韩的社会福利相对是比较好的，房屋、医疗、教育都是免费，基础生活必需品也都能免费分配，底层民众也跟着他过了几年好日子，他们对领袖的感情也是存在的。可进入金正日时代后，这些免费配给被逐渐中断，住宅、医疗、教育都没了保障，物价一天天上涨，生活变得越发难以维持。北韩人民思苦一甜，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将金日成时期视为天堂的心理，并把国家经济恶化的果全部归咎于金正日。直到今天，北韩民间的一些老人内心依旧对金正日不满，这也是三将军刻意模仿大将军的形象，又多次公开批评二将军路线的原因。金正日上位后，要求人民军将士和人民过在白头山密林创造的苦难行军精神的生活，以此来克服持续的经济困难和饥饿，强调人民的牺牲和对领导人金正日的忠诚。而与此同时，二将军的酒窖又添了新品，欢乐组的舞蹈也不曾有一日停歇。 세상에서 가장 행복한 생활을 누리고 있으니까 그걸 행복하다는 말로밖에 표현할 수 없지 않습니까? 1994年8月，一场大洪水造成了无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连续的阴雨天气又导致北韩农作物颗粒无收。这场大洪水在民间被称为“金日成诅咒”，意思是金日成被儿子金正日暗杀，心有不甘，才给北韩带来了灾难。金日成诅咒一度在北韩民间引起了巨大的恐惧。今天追究金日成的死因已经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金日成费尽心思搞造神运动，表面上是成功了，但在人民心中，他不是一个慈爱的神，而是不开心就会迁怒百姓，不顾人民死活而带来灾难。这分明就是邪神。